眼前这辆出了大事故的兰博基尼 SV 是一辆史诗级的限量豪车，全球总共只生产了499辆，而现如今却成了一辆即将报废的破车。不仅发动机到处都在漏油外，车身到处都是被损坏的套件。就这样一辆靠着拖车才能拖动的车子，却花费了强子13万美金的高价，这简直是一次豪横的赌博。要知道强子在取车时，车子还到处都在漏油，如果发动机也要更换的话，那这次的修复就亏大了。为了尽可能的节省预算，在拿到车子时就找到了专业的团队，为损坏的车顶棚做了修复。这是用了最新技术的碳纤维材料做成，一个大成人站上去都不会断裂，这也让强子省下了不少的费用。不过经过强子的具体检查后，整个车身采用了大量的碳纤维材料，并且车子的悬架都损坏了，不过大部分的车架导轨都是完好的。当强子打开行李舱时，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事情，车子的悬挂竟然在行李舱内，完全就是平行的，这让强子非常的惊讶。难道是兰博基尼的最新技术吗？接着他又来到了车子的尾部，没想到车子安装的竟然是全钛的排气管，这种排气管是非常昂贵的。此时强子突然觉得这次项目简直太疯狂了，也许修复的费用要比之前想象的要多得多，甚至强子现在都有些后悔做这次修复了。可这时强子的好朋友麦克赶了过来，看到这台车子时，他认为还是比较好的一个项目。虽然任何人看到车子的状态都会觉得很可怕，但这台车的价值应该超过了50万美金，甚至会更高。并且像这样限量版的兰博基尼还在升值中，哪怕整车的修复费用超过20万，那还是有很高的利润空间，并且更换的都是外部的一些套件，车子的内部都是完好的。经过了麦克的具体分析后，强子的内心也有了足够的底气。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快的将车子带回家，并把所有的要更换的零件都列出来，去提前订购所需的套件。在等待了1周的时间后，卡车才将车子送了过来。强子迅速的将车子拖到了车库内，把车上堆积成堆的破旧零件都拿了下来。这里不仅有损坏破裂的部件，还有一些可以重复利用好的零件。这时强子就拿来了千斤顶，准备先将车子升起来。可让强子没有想到的是，车子竟然丝毫未动。他没想到车子竟然如此的重，像这样满车都是碳纤维的套件，不应该那么沉重的。在强子查看重量后，觉得车子应该是重量分布有些不同，最重的应该是重型的发动机，所以在举升机开始时液体含量过低，需要人力起出辅助才能将车子升起来。这时强子来到了包裹处，找到了卸掉轮毂的托尔伦姆钥匙，如果没有它的话，是完全没有希望卸掉轮胎的。从车轮胎纹的磨损情况来看，这辆车的里程应该不会很低，不过还好轮毂没有任何的损伤，只要再对其翻新一下就可以了。而另一边的轮胎就没有那么幸运了，轮毂上明显有磨损的痕迹，并且轮毂看起来也有些弯曲了，这应该是里面的控制臂损坏造成的。而散热器看起来也有点扭曲，不知道里面是否有泄漏的地方，这要尝试后才能知道。强子决定先将周围的套件都拆下来，把卸掉的螺栓都分别装到标记好的袋子里。当把车子的1/4面板拆下来后，强子意外地发现里面存在沙漠中的沙子。他认为这台车子有可能是在沙漠中失事的，这个想法也不是不可能存在的，因为沙漠周边的道路上下过雨后很容易发生事故。当强子看到车上的控制臂时，明显看到上面已经弯曲了，更糟糕的是上方的控制臂已经坏了。像这样隐藏式的损坏还不知道会有多少，更让他担心的还是车子的发动机。不过现在还不是检查车子是否能启动的时候，他需要先将车子的轮胎都卸掉，尽可能的找到车子隐藏的弊端。当他拆掉里面的挡泥板后，发现里面的板面都是像碳纤维的材料制成的，只有这样限量版的车子才会是这样。强子欣赏了一番后，就将车子所有外部的套件都拆了下来，里面到处都是损坏的套件，不过还是有些零件还是可以再使用的，就像眼前的这个零件一样，将其修复后就可以省下1500美金的费用。可这时强子的弟弟认为，后面的这些零件应该重新购买一套新的，虽然要增加不少修复费用，但花费在这辆限量版的兰博基尼上还是值得的。接着强子就开始继续拆卸车子，当他拆掉了上面的隔热板后，这套全钛的排气系统就展现在眼前。这个是花了高价钱定制的排气管，上面还有此品牌的具体介绍，是为比赛专门定制的排气系统，并且只做了88个。真的没想到限量版的车子连排气管都是限量的，这让强子十分的兴奋。可还没等强子和弟弟分享这个好消息，现实瞬间就给强子泼了一头的冷水。就在排气管的上方竟然出现了一个大洞，另一边的管道也没有逃脱这个噩梦，这让强子瞬间感觉太可惜了，想买一个同款的排气管都买不到。接着强子就把周边的零件都拆了下来，在这期间他还去了一趟商店，购买了一些冷却液和机油，回来后就将排气管重新修复了一下。你别看这个操作很是简单，但是对排气的修复还是很有效的，这也是为了启动尝试做着准备工作。接着强子就将进风孔等部件安装了上去，顺便给车子加上了机油和冷却液。等强子把新买的电瓶安装到车上后，就开始了第一次的启动尝试。没想到一次就启动成功了，发动机居然是好的，声音听起来也非常的不错。除了到处流淌着冷却液和渗了一点油外，其他的方面表现的都十分良好，就连之前修复排气管处都被再次损坏，整个排气四处冒着火焰，吓得强子的岳父拿着灭火器在旁防备着。这不得不说，好的排气系统还是有它的优势在的。可在尝试启动时差点起火，就连之前修补的排气管也烧出了窟窿。
吓得强子岳父拿着灭火器准备着，生怕有不好的事情发生。不过现在强子的内心是非常开心的，因为这样就能证明兰博基尼的发动机是好的，让他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。接下来强子准备先修理泄漏的冷却器，并且为其购置了一套全新的冷却系统。强子先将上面的零件拆卸下来，并且在拆卸的过程中进行拍照，这是为了之后安装时做参考之用。等强子把整个冷却系统拆除后，发现刹车盘后竟然堆积了大量的泥土，将刹车盘糊得死死的。而且强子还发现这台车子的陶瓷刹车盘竟然这么厚，要比普通的刹车盘厚出1/3，这让强子不禁的感慨：限量版终究还是限量版，虽然价格是贵了点，但质量也是非常的扎实。可此时强子认为应该把车子清理一下，看着满车的泥土十分的难受，甚至启动车子时刹车盘都不转动。于是强子快速的将冷却器安装了上去，接着就把轮胎里的泥土都清理了出来。让强子没想到的是，每个轮胎里都有不少的泥土，甚至还有个头不小的石头，真不知道这些都是怎么进去的。等强子把轮胎的泥土清理好后，就把轮胎安装到了车上，准备把车子开出去清理一番。这是强子哥俩的拿手好戏，看过我之前视频的小伙伴们都知道，强子哥俩对清洗车子是有一套的。就看着他们拿着刷子清理的细心劲，如果不修车去开个洗车店，相信生意也相当的红火。但是就这样用水冲，是否会让发动机和线路进水，咱就不清楚了。反正强子哥俩清理的那叫一个开心，仅仅用了1个多小时就将车子清理完了。车子看起来好了不止10倍，甚至都达到了内外无油烟的程度。而为了更好的清理车子的内饰，强子特意购买了一款蒸汽机和吸尘器，清洗起来简直是事半功倍，大大节省了强子哥俩的时间，并且加入专用清洗剂后，清理座椅也是相当的方便，看着就像被翻新过的一样。等强子把车子里里外外清理了一番后，他就拿来了一个邮包，包裹里装着强子认为最昂贵的内饰板，里面一共有2块内饰板，每一块都要1000多美金，这简直太不真实了！你们绝对想象不到这么贵的东西，竟然就是2块脚垫，整个脚垫都是碳纤维材料制成，真的不理解有钱的人都是怎么想的。一个脚垫有必要买这么贵的吗？但是强子认为买这个脚垫还是很值的。接着强子就来到了车子的前端，将上面损坏的零件都拆解下来。这时我们就可以看到防撞杆的焊缝处出现断裂的痕迹，不过这个情况很好处理，可以轻松的将其焊接好。除了一些被损坏的套件外，前端的状况还是比较好的。接着强子又来到了车子的后端，将损坏的排气管拆解了下来。这是强子心中的痛，这么好的排气管就因为2个洞，不得不卖废铁了。可现在最头疼的就是，当强子清除了排气管和冷却器后，发现框架的底部竟然向下弯曲了。像这样铝管一样的东西是非常的不好处理的，所以强子只有尝试将其修复一下。于是他拿来了一个液压千斤顶，利用它将弯曲的框架顶起来，在这过程中利用火不断的加热，慢慢的将其升起来。等处理的差不多后，就将其余的框架安装了上去。可在强子矫正框架时发现，上面除了 X 型框架受损外，边上的横梁也弯曲了。强子将其都拿了下来，并且为其选购了替换的零件。这是强子选购的铝制框架，照比原来碳纤维的框架要便宜好多，并且碳纤维的还不好购买，所以就先买了一个铝制的先用着，并且还购买了一个悬挂的框架。从上一集的视频我们就可以知道，车子右后侧的悬挂出现了断裂，导致终端的主框架也报废了，所以换一个新的还是必要的。于是强子经过不断的敲击和切割，整整花了1天的时间，才将整个悬挂系统修复好。等将上方的 X 型框架安装上去后，除了几个点的焊接外，基本上框架的修复就完成了。不过还没等强子继续接下来的工作，之前订购的零件都到货了。可当强子将所有的套件都拿出来后，竟然觉得不应该购买这些套件，真的有些浪费他们的钱。套件的质量真的非常的糟糕，上面的网竟然都是塑料的，做工也非常的粗糙，如果将其放在网站上转售的话，应该会损失不少的马内。这个前提条件还必须能转让出去，这让2人十分的头疼，并且购买的排气管也不是尽如人意，甚至和之前的排气管简直都不能比。当强子打开最后一个包裹时，发现里面竟然还有1沓钱，这难道是给强子的补贴吗？其实这是强子跟大家开的一个玩笑。之前他们花了4万多的美金购买了一套正版的套件，可当他在网上看到6000美金就能买到一套 SV 的套件时，所以好奇就买了一套，结果拿回来一对比就看出了差别，所以强子才说不应该浪费钱买这个便宜的。等强子跟大家开了一场玩笑过后，强子就把后面的套件安装了上去，对比一下套件之间的缝隙是否合适。可安装到右侧1/4面板时，却出现了问题。由于之前的冷却器是弯曲的，让1/4面板无法贴合车体，所以强子就将其拆了下来，对弯曲的支架进行一番调整。等新的冷却器被安装上去后，这个问题就彻底解决了，效果显然非常的好。可在安装引擎盖时又出现了问题，之前修复的车棚和引擎盖之间出现了较大的缝隙，并且和下方的板面也不是很合适，甚至后尾翼也像跷跷板一样左右的撬动。强子认为这个问题有可能是之前弯曲的框架造成的，所以强子就推来了电焊机，将损坏的框架都重新焊接了一番，并把所有的焊点打磨平整，接着就给上面喷上了黑色的车漆，这都是修复车架必备的一步，不仅能提供保护，看起来也好看。然后强子就把周边的零件都安装了上去，等把新的排气管也安装上去后，接下来就该处理之前的缝隙问题了。
为了修复这辆限量版兰博基尼事故车，强子兄弟俩居然要为其新建一个喷漆房。自从购买了这辆兰博基尼事故车后，修复的工作已经到了喷漆阶段，但在喷漆之前要先将车棚的缝隙处理好，因此强子特意购买了一些碳纤维损伤的修复炭，只要在损伤的地方涂抹好树脂，然后将其放置在接口处，再把碎渣搅拌好，这样就可以将其修复好了。等到修复的部分彻底干燥后，就可以按照对面的尺寸切割下来多余的部分就可以了。而这还没有完，强子还需要在上面刮上一层腻子，这个步骤的要反复操作好几次。等将白金釉腻子也刮上后，这个车顶棚的修复就完成了。接着强子就把车上的套件都拆了下来，对其进行细心的打磨，这是为了接下来喷漆做着准备工作。不仅要对所有套件都进行打磨，还需要将套件上的损伤进行修复，这都是碳纤维材料制作成的。按理像这样打磨的工作对于他们来说应该是手到擒来的，可没想到就这样手拿把掐的工作却出现了问题。就在他们打磨的时候，发现车尾翼上竟然出现了裂痕，这让二人十分的恼火，因为这样的损伤他们还没修复过。不过这都难不住强子二人，强子尝试着用打磨机打磨掉有裂痕的部位，然后用修复车棚的方法将其修复好。而此时喷漆房也开始动工了，员工先将场地用石子平整好，然后在上面用水泥灌注好喷漆房的地基。在等待水泥干燥的同时，强子还在处理剩下的套件，他将包裹好的套件搬运到了门口，然后先给上面喷上了一层底漆。这一步在外面操作是没有问题的，因为底漆还需要打磨后再次喷面漆，所以上面有点杂质的话是没问题的，但如果是面漆的话就不行了，外面的灰尘和风都会让喷的漆面有损伤，这就是为什么强子要建设喷漆房的原因了。接着强子就把车子用塑料布罩了起来，同样给上面喷上了油漆。可还没等着强子继续处理别的套件，一个包裹打断了强子的节奏，他购买的新排气管到货了。这是强子找到之前定做排气管的厂家制作的，除了形状不一样外，所使用的材质都是一样的，甚至还贴心的附带了耳塞，生怕排气管的声音太大了。而此时强子家的修狗也来凑热闹，要先测试一下排气管是否合格。这时我们就可以看到，他大爷终究是他大爷，拆下来的排气管根本和新的没法比。看强子对待他的态度就全明白了。等强子将新的排气管安装上去后，就迫不及待地准备启动车子测试一下。强子先将赠送的耳塞戴好，当强子启动车子的那一刻却没有启动成功，原因是电池竟然没电了。这电池没电的真不是时候，让刚刚酝酿好的气氛都浪费了。强子快速地将其处理好，再次将车子启动。强子完全没想到声音竟然这么大，就连他说话都要走近了才能听到。幸亏二人都带了赠送的耳塞，要不这么大的声音耳朵绝对的受不了。而此时购买的喷漆房的板材都被送了过来，强子召集了全体家人，一起像堆积木一样将房子组装了起来。虽然他们很快将房子组装好，可是现在还不能正常使用，因为他们没想到接一条3项电会那么难，不仅要增加一个变压器，而且乱七八糟的事情加起来，强子估计要8周的时间才能处理好。可现在修复的进程完全等待不到喷漆房建好，所以他们决定先借朋友的喷漆房来使用。强子先将要喷漆的零件都放到了皮卡车上，所有套件竟然装了满满2皮卡车。当强子二人到了喷漆房后，就快速的工作了起来，因为这是借用的，所以使用的时间有限。他们将不用喷漆的地方用胶带粘贴好，然后将调制好的油漆喷到了套件上。这个过程强子都非常的细心，对于每个角落都全部照顾到了。而就在等待干燥的同时，强子把整辆车也带了过来，因为这台车上还有很多修复的地方。本以为这一切都会非常的顺利，可没想到将套件安装到车上时又出现了问题，明显保险杠和车体就是2个颜色。直到回家了才发现这个问题，强子虽然很是恼火，但一个好消息让他的心情好了起来，因为强子接到了一个粉丝的电话，他非常喜欢这辆限量版的兰博基尼，要想购买这辆车子，这让强子十分的开心。这还是第一次车子没有修好就有客户的，为了能让客户真正的满意，强子再次将套件拆了下来，重新将其送去了喷漆房，把没有喷过漆的板面都重新喷漆，这样就不会出现色差的问题了。并且强子还在网上查到，原来兰博基尼的保险杠中间是黑色的，所以强子决定将漆也喷上黑色，这样就和原版的 SV 一模一样了。等喷过的漆面都干燥后，强子就将所有的套件都安装了回去，并且在车尾处贴上了 SVJ 的贴纸，这简直就是 SV 和 SVJ 的混合版。但不管怎么样，只要自己喜欢才是最重要的。并且强子还为其选购了全新的轮毂，超精亮的一只手就可以轻松举起。但是好的东西价格也是非常贵的，一个轮毂就要6000多美金，这简直太疯狂了。接着强子就把轮胎装到了一起，这真像之前粉丝说的，越贵的车子轮胎就越宽。幸亏这个轮毂是超轻量的，要不然这么大的轮胎一个人完全是拿不起来的。等将轮胎全部测试好后，强子就将其安装到了车子上。此时这台限量版的兰博基尼就修复完成了，车子看起来非常的漂亮，就像电影中蝙蝠车一样。等强子为其清洗了一番后，就迫不及待地开出去试车。车子状态相当的好，推背感十足，声音听起来也非常的震撼。那么这时问题来了，像这样一辆优秀的限量版兰博基尼，强子要卖多少钱才合适呢？请说出您心中预估的价格。